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吉川幸之女士所著的《人生从80岁开始才有趣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人生从80岁开始才有趣；第二，银发族更应该通过吃来打造健康身体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人生从80岁开始才有趣。说到变老，一般人可能会抱持一些负面的印象，可能会想，从今以后只想安静的过日子，或者只要不麻烦别人，安度余生就行了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但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吃亏的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们会把80多岁称为余生呢？80多岁真的只是剩下的日子吗？绝对不是这样的。80岁才是真正迎来新挑战的起点，是人生的真正起跑线。本书作者现在已经88岁了，但他说余生这个词完全不适合他，现在才是人生的正片。他还表示，从现在开始的人生才是更加耀眼的阶段。他每天都怀抱着想要继续打磨自己内在的原始的心情，积极向前地度过每一天。即使年龄增长，只要我们能像作者一样保持人生现在才开始的积极心态来生活，就会活得更加幸福，对现有的生活也会更加满意。年轻时常有人说人生的巅峰是20多岁、40多岁，但这是谁规定的呢？对作者来说，巅峰正是现在，而且正因为是这个年龄，才更能体会到人生的深度和滋味。比如说，就像葡萄酒随着时间沉淀而愈发美味，人也随着年岁增长而愈发有魅力。事实上，有调查显示，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幸福感也会提升。那是因为人们逐渐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，变得更加自由。同时，随着经验值的积累，也就变得无所畏惧，逐渐成为一个更成熟、更有魅力的人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要介绍一个让80岁后的人生闪耀起来的重要思维方式，那就是把90岁当作人生的折返点来看待。人生100年时代这句话如今我们已经耳熟能详，但当您真正迎来80岁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人生已经快结束了，但真的如此吗？您打算活到几岁呢？100岁还是90岁？如果把目标大胆地设为120岁，会怎么样？您可能会笑着说，开什么玩笑，不可能活到120岁吧。但关键并不在于是否真的能活到120岁，而在于怀着这样的心态去看未来，您每天的活法就会彻底改变。比如，您可以把80岁时的愿望或90岁时想实现的欲望等具体目标写在纸上，贴在墙上，或是记录在手账里。我希望您们能这样做，因为这些写下的愿望会成为指引日常行动的路标。各位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实现的愿望呢？欲望才是推动人生前进的原动力，请一定要努力挖掘内心的欲望，并把它以看得见的形式写在纸上。前面我们一直在讲，要以积极的心态看待变老。80岁开始也能创造精彩的人生，但是也许您会想，话虽如此，但偶尔还是会突然被不安感袭击啊，各种担心在脑海中打转，情绪很容易变得低落。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也不少。确实，感到不安是很自然的事，但重要的是，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安，并把它转化为行动。作者在漫长的人生中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，只要持续努力，人生总是会有出路的。这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安慰，只要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努力，道路一定会打开。但如果放弃努力，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幸福不会凭空降临。要想获得它，每天的准备和积累是不可或缺的。持续学习，增长知识，不论年龄都要保持成长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此外，还请您认真思考一件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真正给予你安心感？首先，冷静思考一下，要想安心的生活下去，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比如，睡觉的地方、吃的食物、
支持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这些固然都很重要，但现实是，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。直说了吧，答案就是钱。作者指出，真正能带来安心感的，归根结底就是金钱。说到底，钱真的非常重要。人生并不能只靠理想和美好话语活下去。也许您觉得谈钱太现实了，让人不舒服，但现实一点，并不是坏事。有了钱，就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安心感，也能获得追求理想生活的自由。而要获得金钱，就离不开工作。许多人可能会觉得，我有退休金了，没必要再工作了。但只靠退休金生活，往往在金钱方面会受到较大的限制。在这个人生100年时代，到了70、80岁还能继续工作的环境，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工作并不一定要像年轻时那样拼命，也不必照原样重复过去的工作方式，只要能逐步获得一点收入，心里就会有余裕。这种心灵的余裕，会允许自己偶尔享受一点小确幸，比如和朋友吃顿好饭，去一次短途旅行。另外，通过工作，还可以维持与社会的联系。工作并不仅仅是赚钱，它还有更深的意义，那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。不过，无论是为了继续工作，还是为了享受人生，最重要的还是健康。一旦失去了健康，无论你有多少钱，都无法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为了维持健康，其实并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，每天的小习惯才是关键所在。这两者是金钱和健康，只有当这两者具备时，年老后的生活才会变得极为丰富和有趣。有了钱，我们就能有余裕去挑战自己喜欢的事物，而健康则能为我们提供实现这些挑战的力量。珍视这两者，生活将会更加光彩照人。创造未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过得开心还是过得辛苦，最终都是由自己决定。偶尔感到不安或迷茫是很自然的，但克服它的方法也正是我们自己掌握的。珍惜金钱和健康，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哪怕是迈出一点点小步，都是创造快乐人生的秘诀。人生可能会持续到100岁，甚至是120岁。在这漫长的生命中，能享受多少快乐的时光，全凭自己来决定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银发族更应该通过吃来打造健康身体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可能会发现食欲不像年轻时那样旺盛，或者容易满足。尽管我们知道要多吃才能维持体力，但可能会有很多人感到吃不下或者难以满足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饮食习惯也需要做出调整。在这一部分中，我将重点讲解如何处理老年人饮食的关键问题。饮食不仅是单纯的营养补充，也是享受生活的重要时刻。如何充实这一时光？我们一起来思考。饮食是健康的基础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饮食的重要性愈加显现，特别是需要警惕能量不足的问题。年轻时，即使吃得少，身体也能自行调整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不再能够如此轻松应对。如果忽视饮食，体力就会下降，恢复也会变得困难，从而导致疾病和伤害。因此，作者一直保持的原则是尽量避免空腹状态。现在很多地方都流行空腹减肥，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空腹减肥并不适合。我们应该在饿之前补充营养，这样才能保持健康。忽视空腹的状态，相当于让身体进入亏损状态，就像公司避免赤字一样，我们的身体也应该努力保持健康的黑字状态。例如，如果今天不太想吃东西而跳过一餐，久而久之，体力会减弱，生命力下降，身体也会朝衰退的方向发展。因此，作者强调，保持生命力的关键就是要吃饭，不要等到饿得厉害再吃，应该定期补充营养，以避免身体进入赤字状态。尤其是要定期补充蛋白质，老年人容易缺乏蛋白质，
而一次性摄入过多蛋白质并不能完全吸收，因此要分多次补充。每顿饭都应该加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如鸡蛋、鱼类、肉类和豆类。此外，保持均衡的饮食尤为重要。无论是营养不足还是过多，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因此，在日常饮食中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量是至关重要的。作者特别实践的方式是常备蒸菜和水果，同时在外出时随身携带梅干或海苔，这样在小饿时就能随时补充营养，非常方便。作者将这种做法称为携带食物银行。如果一次吃不下太多，也建议将餐食分成多次，例如一天5到6餐，早上吃得轻一些，中午吃的较为丰盛，下午吃水果等，这样可以减少胃的负担，又能保证营养的摄取。另外，重要的是要享受吃饭的过程。饮食不仅仅是补充能量，它是生活的喜悦。品味自己喜欢的食物，感受到它们支撑着自己的生命，这样就能让用餐成为更特别的时刻。吃饭不仅是保护自己的生命，更是在为未来的健康打基础。因此，保持规律的饮食，避免空腹，做到均衡饮食，这些都对身体和心灵产生积极的影响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。也许您常常怀念早餐时不可缺少的蛋料理，或者是充满蔬菜的咖喱饭，餐桌上那碗热腾腾的味增汤，那些记忆中的味道，会不时浮现在您的脑海里，带来温暖和回忆。作者家里常常准备好高汤，并将其用于味增汤、炖菜、焖饭等料理中。高汤含有一种名为谷氨酸的成分，能够迅速渗透到身体中。在忙碌的早晨，将高汤倒在冷饭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可能有些人觉得熬高汤麻烦，但其实只需将材料放入锅中加热，操作起来意外的简单。通过熬制高汤，我们可以轻松地为日常餐桌增添丰富的风味。梅干、海苔、黑豆以及高汤，这些食物是我们健康的守护者，能够为日常生活提供能量。虽然关注新型健康食品也不错，但同样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传统食材的价值。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